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撕开了内娱的遮羞布，才知道女明星有多难。杨紫当年经历了什么？当红小花赵露思深夜控诉经纪公司的长文，扯下了娱乐圈最后的体面。艺人带病工作期间，银河酷娱擅自解除影视合约，单方面解散工作室，拖欠医疗费用等系列操作，最终导致艺人需自行赔付上千万违约金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公司竟动用职业水军散布艺人诈病谣言，这与3年前杨紫被欢瑞世纪用停掉所有商务活动，胁迫出演沉香如屑如出一辙。资本操控艺人的手段20年如一日未曾进化。娱乐圈的现代奴隶制远比想象中严密，看似光鲜的经纪合约里，普遍存在优先续约权、天价违约金权、代理条款等霸王条款。韩国 SM 娱乐与宋茜的合约纠纷案曾曝光，艺人全年无休却只能获得净利润的3%。国内某顶流女星因拒绝酒局陪客，被经纪公司冻结账户长达8个月，这些案例印证着行业系统性压迫的存在。即便如赵露思这类头部艺人，在资本面前仍是被物化的商品，合同到期的杨紫仍被3方公章逼着接戏，足见权力结构的森严。法律层面的滞后性纵容着资本暴行。艺人签约时签订的演艺经纪合同在法律定性上至今存在争议，既非劳动合同又非委托合同，导致艺人无法适用劳动法中关于工作时长、医疗保障的相关条款。张艺兴与 SM 娱乐解约案中，法院虽认定全年无休违反公序良俗，却因合同性质模糊未能作出有力判决。这种灰色地带让资本得以用商业合作之名行压榨之时，赵露思事件里公司敢公然违约，正是吃准了司法救济的高门槛。观众的热情应援反而成了资本要挟的筹码。当粉丝为赵露思创造15个阅读量破亿的微博话题时，资本看到的不是民意，而是提款密码。这种扭曲的互动模式，在杨紫被迫接演沉香如屑时达到顶峰。剧方明知艺人已形成超载，仍利用其粉丝基础作为收视担保。更吊诡的是，当艺人试图反抗时，资本既能调动水军制造负面舆论，又能用维护行业秩序的名义进行业内封杀，形成完美的控制闭环。改变或许正在细微处发生。韩国演艺制作者协会推出的标准合约 2.0 版本，明确规定艺人每年至少享有20天带薪假期。国内某视频平台新推的演员保障计划中，首次写入单日拍摄不超过14小时的条款。这些进步虽不足以动摇根基，但至少为赵露思们的抗争提供了支点。当95后艺人们开始用法律武器维权，而非忍气吞声时，这个畸形的造星体系或许真要迎来崩塌时刻。赵露思撕破脸背后，女明星的难都被我们低估了。说起娱乐圈，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都是红毯、闪光灯、漂亮衣服，还有一堆粉丝追着喊名字？可谁能想到，这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女明星们，其实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容易。最近赵露思和经纪公司的那点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让不少人都惊了一下。原来在聚光灯外，他们要面对的压力比咱想象的大多了。先说说赵露思吧。前2天她自己出来发声，说公司不仅对她生病不上心，还各种推卸责任。表面上答应好好的，说会帮她处理问题，结果到头来赔钱还得自己掏腰包。更离谱的是，公司还背着他偷偷把工作室团队给解散了。等到赵露思想和公司谈解约，对方直接玩冷暴力，一副你爱咋咋地的态度，还威胁封杀他。这换谁能受得了？而且人家还是银河酷娱旗下最红的小花之一，
公司这么干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有网友调侃，现在连顶流都保不住了吗？更气人的是，在赵露思生病期间，公司居然私自跟剧组、品牌解约，违约金全扔给她一个人扛，还在业内放话造谣，说什么装病不敬业，这不是明摆着往死里整吗？半年多没法正常工作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这样的煎熬有几个人能撑下来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只看到明星赚钱多，但很少有人关注他们背后的无奈。资本眼里，你就是个可以随时拿捏的小工具，不听话就雪藏你，要么毁掉你。不由自主的时候太多太多。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。当年杨紫和欢瑞世纪闹合约的时候，也是被逼到了绝路。当时杨紫手上已经有好几部爆款电视剧，人气正旺，本以为可以顺利解约，却没想到公司联合平台和出品方三方一起逼迫，如果不接新戏，就停掉所有商务活动，不给任何机会留活路。杨紫最后只能妥协去拍《沉香如屑》，哪怕内心10000个不愿意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这种压榨式操作，你说苦不苦？偏偏舆论还觉得是演员耍大牌抢资源，从没人替他们考虑一下真实处境。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，有多少委屈根本没人知道。有时候女明星站出来为自己争取权益，被骂作妖炒作，但真的了解之后才发现，他们承受的不只是网络上的骂声，更有来自公司的打压甚至威胁。一边要拼命营业保持热度，一边又怕踩雷惹祸，那种焦虑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吧。每次看到这些新闻，我都会忍不住想，是不是我们对女明星要求太高，对资本却总睁只眼闭只眼？当初喜欢杨紫，是因为觉得这个女孩阳光乐观，可谁知道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，她也曾偷偷抹泪。现在再看赵露思，也希望更多人为这样的勇敢点赞，而不是冷嘲热讽或者落井下石。毕竟，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，无论身份如何，都值得被善待。如果连最顶流的小花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糟糕的一天，那普通女孩呢？希望以后娱乐圈能少点套路，多点温情，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别再受委屈吧。